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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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! Move! 你可能不知道，《星际穿越》最初计划由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执导，剧本由诺兰的弟弟乔纳森·诺兰编写。后来斯皮尔伯格因合作关系变动退出，诺兰才接手，并对原剧本进行了大幅改动。影片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那颗几乎被海水覆盖的米勒星。电影中提到，那里1小时等于地球7年。这意味着从电影上映至今，米勒星上大约只过去了1小时36分33秒。不只看热闹，更要看门道。欢迎来到观影悟道。故事开始于几位老人的采访，回忆着那个被沙尘吞噬的世界，地球满目荒芜，尘暴频发，出门必须捂住口鼻，尘肺病成了家常便饭。更致命的是，枯萎病无情蔓延，农作物几乎灭绝，人类驯养了上千年的食物体系彻底崩溃，只剩下玉米。人口锐减，活着的人多数成了农民，因为除了种地，别无选择。库珀本是一名航天工程师兼宇航员，因一次事故放弃飞行，成为一名农夫。他心里清楚，玉米也撑不了多久，如果世界不再改变，人类终将灭亡。库珀的妻子早逝，留下儿子汤姆和女儿墨菲。汤姆沉稳听话，但学业平平；墨菲聪明好奇，向往宇宙，像极了他的父亲。某天，库珀送孩子上学途中，车胎爆了。修车时，墨菲问父亲为何给他取这个听起来像坏兆头的名字。库珀笑着解释，墨菲定律其实意味着凡事皆有可能。此时，一架无人机掠过，库珀带着孩子们冲进玉米田，追了上去。这片玉米田并非特效，而是诺兰为了追求真实感亲自种下的实景。拍完后还转手卖掉，小赚了一笔。呵呵。最终，他成功截获无人机，拆下那块能为整个农场供电的太阳能电池。这个战利品也成了改变命运的契机。在学校，库珀看到汤姆的成绩单上写着，他将成为一名出色的农民。老师直言，社会如今更需要农民，而不是工程师。与此同时，墨菲因在课堂上使用旧版教材遭到批评，新课本否认阿波罗登月，声称那不过是政府为了拖垮苏联而编造的一场骗局。面对这一切，库珀心中的愤怒再也无法压抑。他无法接受一个不再鼓励探索、不再仰望星空的人类社会。最终，他为墨菲请了几天假，决定亲自教他。回到农场，怪事接连发生。岳父说收割机被无形磁场吸引，竟然自行跑回家。Something's interfering with the compass. Magnetism, some such. 墨菲房间的书架上诡异的不断掉落书籍。墨菲坚信是幽灵在用摩斯密码传递信息，库珀则认为是磁场紊乱造成的。校准仪器后，干扰暂时消失。夜幕降临，库珀坐在门口的摇椅上，与岳父喝酒闲聊，感叹人类从开拓者沦为了守护者。岳父无奈宽慰，不必过于忧虑，一切会好起来的。Well, we used to look up in the sky and wonder at our place in the stars. Now we just look down and worry about our place in the dirt. 一天，库珀一家正在球场观看棒球比赛，一场前所未有的沙尘暴席卷小镇。库珀护着墨菲回家，屋外天昏地暗，屋内同样被尘土吞没。墨菲忽然想起自己忘了关窗，两人冲上楼，发现他的房间已是一片沙海。但库珀注意到一个异常现象，沙粒垂直落下，堆叠成规则的图案，仿佛被某种力量操控。墨菲仍认为是幽灵的讯息。库珀沉默地抛出一枚硬币，硬币竟在半空改变轨迹，落入沙堆。他将沙地纹路转化为2进制代码，最终得到一组坐标，仿佛在无声地召唤着他。次日，库珀驱车前往坐标地点，然而半路上副驾驶传来动静，他掀开遮布，发现墨菲正躲在下面。他没有责怪，反而感到欣慰。循着坐标，他们来到一处铁丝网围住的禁区。正当库珀准备剪开围栏时，两人被当场抓住。审问他们的是一台叫塔斯的机器人。随后，女科学家布兰德出现，带他见了他的父亲，库珀的老友老布兰德教授。原来这里竟是早已解散的美国宇航局。因粮食危机，政府停止了资助，科研只能秘密进行。老布兰德告诉库珀，50年前科学家便发现了引力异常，库珀的坠机事故也与此有关。此后，土星附近出现了一个虫洞，能够穿越另一个星系，这或许是人类逃离地球的唯一希望。10年前 ，NASA 启动了拉萨路计划，名字源自死而复生的传说，象征着人类最后的希望。他们派出12名宇航员穿越虫洞，寻找宜居星球。至今仍有信号传回的只剩3人。
曼恩、米勒和埃德蒙斯。老布兰德希望库珀驾驶永恒号前去确认。库珀提出关键问题：即便找到了新的星球，如何把人类带过去？老教授给出2个方案 ：A 计划解开引力方程，造出巨大空间站，带全人类撤离；B 计划携带人类受精卵，在外星建立殖民地，放弃地球。若 A 计划失败，就只能执行 B 计划，也就意味着放弃地球上的人类。库珀陷入痛苦抉择，他不愿离开孩子，但这是人类仅存的希望。老教授保证，只要找到新家园，自己一定能解开引力难题。最终，库珀接受了任务。回家后，墨菲情绪崩溃，他认为父亲要抛弃他们，并告诉库珀，自己从幽灵的信息中只破译出一个词：留下。库珀试图安慰他，解释太空中的时间变慢效应，也许等他回来，他们会是同样的年纪。他将一块手表留给墨菲，却被墨菲愤怒地摔在地上。库珀只能转身离去。那一刻，书架上又掉下一本书。出发前，库珀与儿子岳父告别。开车离开时，他望向副驾驶座，希望女儿像上次一样藏在那里。可这一次，座位是空的。不久后，火箭升空，库珀离开了地球。他看着蔚蓝的地球，知道这一去，也许要用一生去兑现那句“我会回来”。火箭发射一切顺利，徘徊号与永恒号空间站对接成功。Target locked. Target locked. Well done. Okay, helmets on. Good job. 永恒号由12个舱体旋转，产生人工重力，宛如一颗巨大的太空陀螺。进入空间站后，他们迎来了一位新伙伴——机器人凯斯。此时，老布兰德教授的视频传来，提醒大伙抵达土星附近的虫洞还需2年时间，并朗诵了英国诗人迪兰·托马斯的“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”，以此激励众人直面未知。布兰德博士介绍了拉萨路计划中3位可能幸存的队员，但他有意回避谈及埃德蒙斯。库珀隐约察觉到异样，向机器人塔斯询问飞行轨迹，并顺便打听了布兰德与埃德蒙斯的关系。塔斯给出数据：8个月到火星，14个月到土星。至于情感问题，机器人却含糊其辞地敷衍了过去。看来 AI 也学会了酌情处理。呵呵。布兰德等人入舱进入休眠，库珀为孩子们录下告别影像。与此同时，地球上的墨菲听见门外传来车声，满怀期待地冲出门，却只见到老布兰德教授和父亲的影像。失望的他转身默默回屋。历经2年多航行，飞船终于抵达土星附近。库珀苏醒后查看来自地球的录像，画面中岳父和儿子先后出现，唯独不见墨菲。他依然无法原谅父亲当初的离开。眼前的土星壮丽无比，旁边漂浮着一个庞大的球体，那便是虫洞。罗米利讲解道，它是空间折叠形成的球状通道，能从宇宙的一端瞬间抵达另一端，仿佛一条时空隧道。飞船缓缓驶入，舱内剧烈震颤，时空如被揉皱的纸般不断扭曲。混乱中，布兰德透过舷窗看见一只透明的手，他下意识伸手触碰，仿佛是高维生物对人类来访的回应。抵达新星系，他们接收到失联队员的信号，埃德蒙斯的讯号已中断，目前仅剩米勒和曼恩还在传回数据。团队决定优先前往最近的米勒星球。然而，米勒星紧邻名为卡冈图亚的巨大黑洞，强大的引力造成严重时间膨胀，那里1小时相当于地球7年，时间成为最昂贵的代价。库珀提出速降、取回数据、立即撤离的方案得到一致同意，最终由罗米利和塔斯留守永恒号。库珀、布兰德与道尔驾驶漫游者号登陆。Detach. The literal heart of darkness. 为节省燃料，库珀选择了风险极高的螺旋式降落。穿过大气层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海洋。这里没有陆地，水面仅没过膝盖。背景音乐中不断的滴答声，每一次都代表地球上1天的流逝。在信号源处，他们只找到残骸，米勒早已遇难。机器人挖出飞船碎片，但记录仪被冲到了远处。布兰德执意去取，库珀却发现远方那座移动的山，那是被黑洞引力掀起的滔天巨浪。库珀立刻下令撤退。We're not leaving without her data. We do not have time. The second wave is coming. We're in the middle of a swell. I got it. Get your ass back to the Ranger now. 布兰德却被困在水中。危急关头，机器人凯斯将他拖回飞船。下一秒，巨浪吞没了来不及登船的道尔，海水灌入引擎，飞船瘫痪。他们被迫等待整整1小时排水重启，眼睁睁看着时间流逝。库珀愤怒质问布兰德，对方却冷静回应：时间无法倒流，唯有引力能跨越维度。终于，飞船恢复动力，成功躲过这一波巨浪。水面上只剩下道尔的遗体静静漂浮。回到永恒号时，罗米利已白发苍苍，对他而言，这已经过去了23年。
Oh, I had a couple of stretches. Something seemed wrong about dreaming my life away. 库珀急忙打开积压多年的地球视频，儿子汤姆从毕业、结婚到经历丧子、丧亲之痛，始终还是不见墨菲的身影。直到最后一条视频，长大成人的墨菲出现，他平静地说：“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也是父亲离开时的年纪。也许现在是你回来的好时候了。”看着女儿，库珀泪水夺眶而出。此时的墨菲已加入 NASA， 跟随年迈的布兰德教授钻研引力方程。一次交谈中，教授坦言害怕时间，让墨菲突然顿悟，方程失败的根源在于假设时间恒定。他询问教授是否隐瞒了什么，但教授避而不答。空间站内，3人面临抉择，燃料只够前往一颗星球。从数据看，曼恩星球最理想，但布兰德坚持前往埃德蒙斯星球，那里数据更稳定。更重要的是，那里有他所爱的人。爱第一次被提到台面。布兰德认为，爱能跨越时空，或许在更高维度中是一种力量，一种指引。库珀无法认同，指责他将情感凌驾于任务之上。最终，投票结果决定前往曼恩星球。出发前，库珀试图缓和关系，布兰德却冷静提醒，若曼恩星球不宜生存，他必须再次做出理性选择，是返回地球还是执行 B 计划。与此同时，垂死的布兰德教授向墨菲坦白了真相 ：A 计划从一开始就是谎言。引力方程早已证明人类无法离开地球。墨菲震惊又愤怒，在他看来，无论父亲是否知晓这个真相，结局都已注定，他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父亲了。他向布兰德发去视频讯息，而此时飞船正飞向曼恩星球。飞船穿过厚重云层，他们在冰原深处找到了休眠舱，唤醒了曼恩博士。久违的人类声音让他情绪崩溃，失声痛哭。这里四周一片荒芜，寒冷刺骨，空气中弥漫着有毒的氨气。曼恩解释说，这颗星球白昼长达67小时，地表环境恶劣，但冰层之下或许存在适合生存的区域。不久后，布兰德收到地球的讯息，墨菲在视频中揭露了残酷真相：人类无法离开地球，除非获得黑洞内部的数据，否则引力方程永远无解。曼恩博士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他称教授为了延续文明，只能放弃了地球，全力执行 B 计划。库珀心如死灰，无法接受这种抛弃，认为被牺牲的是地球上苦苦挣扎、等待救援的芸芸众生。回到地球，沙尘暴愈发肆虐，但墨菲没有放弃。他相信幽灵一直在试图沟通，答案一定藏在旧房间里。他重返故地，在尘封中寻找蛛丝马迹。另一边，库珀一行准备返航。罗米利提出，最后尝试让塔斯进入黑洞获取内部数据，或能找到解开方程的关键。为提升塔斯能力，他从报废的机器人基普身上拆取零件重组。库珀与曼恩则动身寻找安全基地，为最后的撤离做准备。然而，途中曼恩举动逐渐异常，他神情恍惚，言语中透着绝望。抵达悬崖边时，他突然扯掉库珀的通讯设备，将他推下悬崖。好在库珀抓住了岩壁，两人在纠缠中一同坠落。真相浮出水面，曼恩伪造了所有数据。这颗星球根本不宜生存，他无法忍受孤独与对死亡的恐惧，为引诱救援欺骗了所有人。两人在雪地中扭打起来，曼恩用头盔撞破了库珀的面罩，剧毒氨气涌入，库珀几乎窒息倒地，痛苦不堪。曼恩趁机拆走了他身上的生命体征模块。Don't judge me, Cooper. You were never tested like I was. 千钧一发之际，濒死的库珀找到了被曼恩丢弃的通讯装置，重新接通信号呼叫布兰德。他立刻驾驶飞船赶来，将奄奄一息的库珀救回。这时，曼恩启动自爆程序，炸毁证据，也害死罗米利，随即驾驶飞船离开。他试图夺取飞船执行 B 计划，带着人类胚胎前往下一个星球，但塔斯已取消自动对接程序。曼恩无法获得对接权限，他无视警告，手动对接。经过一连串危险操作，居然完成了连接，但没能稳定舱门。失去耐心的他强行开启舱门，瞬间被气压差吸入太空，飞船爆炸。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席卷永恒号，空间站开始剧烈旋转，即将失控。布兰德和库珀决定执行手动对接。凭借高超技术，库珀让飞船与空间站保持相同的自转速度，在相对静止中完成对接。飞船逐渐恢复平衡。然而他们还未来得及松口气，黑洞的引力便将飞船捕获，导航受损，燃料不足。库珀提出唯一办法，利用黑洞弹弓效应，将永恒号甩向埃德蒙斯星球。为获得足够的加速度，需在接近引力临界轨道时抛弃2艘飞船作为助推器。由于联动装置损坏，登陆舱只能手动分离，塔斯也将随其坠入黑洞，以获取引力方程中缺失的量子数据。塔斯接受了任务。登陆舱分离后，布兰德以为计划继续进行，没想到库珀也启动了分离程序。永恒号的资源只够1人抵达终点，他选择牺牲自己，把生存的希望留给布兰德。库珀驾驶排排者号脱离，坠入黑洞深处，引力撕扯着飞船，外壳被崩裂。光点如沙粒般撞击舱体，
在彻底解体前，他及时弹出，坠入无尽黑暗。下坠中，引力将时空彻底扭曲，库珀穿过一道由光构成的隧道，最终停在一个由无数五彩线条组成的封闭空间里。他并未被压碎，而是进入了一个人类从未见过的结构，一个5维空间。这是未来人类搭建的高维装置，时间线被折叠成可浏览的空间，让他能看到墨菲房间的每一个时间节点。透过书架缝隙，他看到了年幼的墨菲，他拼命呼喊，拍打书架，让书本掉落。终于，他找到了自己离开的那天，用摩斯密码敲出留下。原来，童年的幽灵就是他自己。就在库珀逐渐陷入绝望时，塔斯的声音传来，他确认这高维空间是未来进化的人类所建，目的是让库珀理解并影响时间。塔斯已获取黑洞起点的量子数据，但无法常规传回地球。这时，库珀想起布兰德的话，只有引力才能跨越维度。他先通过引力干扰沙尘，将 NASA 坐标传递给过去的自己。随后他意识到，真正被选中的人不是自己，而是墨菲。他再次观察墨菲房间的所有时间节点。 All of this is one little girl's bedroom, every moment. 库珀想起了送给墨菲的那块手表，他将量子数据转化为摩斯密码，通过引力影响指针跳动，传递给未来的墨菲。多年后，成年的墨菲回到房间，拿起手表，终于意识到指针异常是父亲跨越时空传来的讯号。他恍然大悟，幽灵就是库珀。凭借这些数据，墨菲解开了引力方程，完成了 A 计划，人类得以离开地球。随着任务完成，5维空间开始崩塌关闭，库珀被抛出高维结构。穿越虫洞时，他看到了正在穿越的布兰德，伸手与他完成了那次跨越时空的触碰。第一次握手的真相就此揭开。随后，库珀被传送回太阳系，出现在土星附近，被人类的飞船救起，昏迷在医疗舱中。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巨大的环形空间站内，这里以他命名。人类依靠墨菲解开的方程，在太空中重建了家园。空间站模拟了完整的地表环境，曾经濒临毁灭的文明重焕生机。出院后，库珀回到被复原的旧屋，他在角落找到破损的塔斯，将它修好，并调低了他那惹麻烦的幽默度。随后，库珀来到病房，见到了年迈的墨菲，他已走到生命尽头，却始终坚持等父亲回来。 How's your ghost? I know. 墨菲告诉他，他一直相信幽灵就是父亲，而父亲也从未真正离开过他。如今家人陪伴在侧，他请求父亲离开，去寻找更需要他的人布兰德。镜头转向遥远的星系，布兰德已抵达埃德蒙斯的星球，埃德蒙斯已逝。布兰德独自完成了 B 计划，搭建起新基地，天空湛蓝，地表辽阔，足以成为人类新家园。他取下头盔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他赌对了。而他坚信的爱不是幻觉，而是一种能够穿越维度的力量，在此刻被彻底印证。影片结束。曾几何时，和朋友们夜里喝酒闲聊，话题总绕不开人类起源、外星文明、高维空间。直到在影院独自看完这部电影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除了2001太空漫游，已经很久没这样被震撼。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把朋友们都叫来，一起再看一遍。诺兰仿佛把我们整天琢磨的那些东西全都拍出来了。而更打动我的是，他在宏大史诗中从未忽略人的情感。那些跨越时空的牵挂，在宇宙尺度的命运面前，反而更加有力，更加真实。情感的力量穿透了哲学与物理的边界。这也正是为什么 UP 认为《星际穿越》无疑是近10年来最好的科幻电影。电影中，库珀通过爱感知墨菲的位置，并在5维空间中利用情感传递信息。这看似不科学，实则提出一个激进假设：人类情感可能是一种尚未被描述的物理维度。爱不是幻觉，而是一种能跨越时空的弱相互作用。它无法被方程完全量化，却可能像引力一样弯曲信息，穿透维度。诺兰在此模糊了科学与灵性的边界，暗示人类最私密的情感或许是宇宙最通用的语言之一。Plan A 拯救全人类，本质是谎言，真正执行的是 Plan B 抛弃地球，延续基因。这揭露了文明程序中残酷的电车难题。所谓人类文明可能不过是一串 DNA 代码。迪兰·托马斯说，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，但人类却可能不得不温和地接受自己并非宇宙的必需品。人类或许只是宇宙的短暂叹息。库珀发现5维空间是未来人类所建，而未来人类正是得以存续的人类后代。这是一个奇妙的时间因果闭环，人类依靠自己对未来的信念而得以存在，这打破了他者救赎的叙事，转向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自我创始。我们今日的挣扎正是在创造明日能拯救我们的神。信仰的本质
成了对自身潜力的投射。本期星际穿越解说完毕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分享。你的一键订阅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。我们下期再见。